為什麼僅憑着一個鏡頭，就讓柳龍光成為刃牙中最令人膽寒的死囚？在刃牙这個群魔亂舞的格鬥世界裡，柳龍光无疑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異類。他不像範馬勇次郎那樣擁有絕對的力量，也不像奧利巴那樣擁有怪物般的肌肉。他的身材十分矮小枯瘦，但卻憑借一手令人防不勝防的獨掌，差點讓刃牙喪命，讓射川剛氣失明。他的存在遠不止5大死囚之一那麼簡單。在我看來，他是整部動漫中最純粹也是最扭曲的執念化身。他用一生诠釋了什麼叫做為求一敗，萬劫不復。與刃牙中其他武者不同，柳龍光早年拜入國松大師門下學習空手道，但他欺師滅祖，打斷了師傅的左臂。這個細節暴露了他骨子裡的反叛。他從不尊重傳統，只尊重力量。而他真正的神作是那雙毒手，將雙手埋在毒殺藥水中，日夜摧殘，直到神經壞死，肌膚潰爛，再愈合，最終練成觸之即腐的終極殺器。哪裡還是武術，分明是一種自虐式的宗教儀式。因為柳龍光身材矮小，天生不具備刚力型体格，於是他用毒來彌補差距，把身體改造成武器，把痛苦當作進階的階梯。這種極端行為映射了現實中那些因先天不足而極度自卑，轉而用偏執來證明自我的人。他的毒既是鎧甲，也是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。在刃牙死囚篇中，他與其餘4大死囚一同越獄來到東京，口號是想知道敗北的滋味。但細想，他真的想輸嗎？不，他明明比誰都怕輸。與射川剛氣一戰，他毒瞎對方左眼，毫不留情。面對刃牙，他威脅要傷害女友，手段卑劣，這哪是求敗者，分明就是一個輸不起的賭徒。在我看來，柳龍光口中的敗北，實質是證明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敗。他需要一個足夠強的對手來驗證自己的毒術無敵。一旦真的落敗，他便崩潰、痛哭、歇斯底里。這種矛盾正是他內心空洞的寫照。他無法從勝利中獲得滿足，因為勝利對他而言是理所當然，而失敗的恐懼又讓他瘋狂。所以他反覆尋找，反覆逃避，終身困在這場自我騙局裡。與刃牙的最終決戰中，刃牙用他看不起的鞭打壓制了他，最後將他擊倒。柳龍光在大庭廣眾下流淚，那不是悔恨，是屈辱。他無法接受自己被一個毛頭小子用女人招式打敗的事實，於是即便落敗，他也要用毒手擊中刃牙，留下致命毒素。這種明败暗毒的行徑暴露了他最深層的人格。他從不接受公平對決，勝負在他眼裡只是結果，而過程可以不擇手段。也正是這種狹隘，決定了他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強者。因為強者如勇次郎、刃牙都是在正面交锋中不斷突破自我的。在敗給刃牙後，他將怒火倾泻在同伴朵爾身上，夺其實力。弱者向更弱者挥刀，這是柳龍光最醜陋的一面。隨後勇次郎現身，但他卻仍拒不認輸。勇次郎大為不快，釋放出碾碎空氣的殺意，親手給他最後一擊。在我看來，這一段落是作者對柳龍光的最終定論。他配不上勇次郎的尊重。勇次郎從不殺無趣之人，但柳龍光的頑固讓他覺得煩。這種煩恰恰是最深的蔑視。一個連敗北都無法坦然接受的人，永遠無法進入勇次郎的強者序列。最後，柳龍光被斬斷手臂，毀掉半臉，再次入獄。然而恢復傷勢的他再度殺光獄警越獄，這讓我想到他的不死並非肉體強悍，而是執念不滅。只要他還未找到那個能讓他心服口服的敗北，他就永遠不會真正死去。然而悲劇在於他永遠找不到，因為他的浮標準是矛盾的，贏了不算，輸了又不認。這種自我循環的執念讓他成為了一個行走的詛咒。比起朵爾的懦弱，斯派克的癲狂，柳龍光更像一面鏡子，照出那些用極端努力掩蓋自卑，用傷害別人來維護自尊的芸芸眾生。總結柳龍光的一生是一出關於自我證明的黑色預言。他用毒手踐踏強敵，也用它毒害了自己的靈魂。他追尋敗北，卻始終不肯低頭。他活得像根刺，扎得別人痛，也讓自己流血。在刃牙眾多個性鮮活的角色中，他或許不是最強，但絕對最令人唏噓，因為他讓我們看到真正的敗北不是倒在地上，而是明明已經輸了，卻還騙自己說我沒有。他逃得出監獄，卻逃不出自己的執念深淵。這或許就是猛毒柳最悲哀的宿命。